在第5期我们的奥腾视频里有提到一个极为特殊的奥腾硬盘 D4800X，它特殊在一个硬盘可以同时接2台设备，并且通过 PCIe 通道连接，这让我想到很多有趣的玩法，所以我把它买来了。欢迎来到我们5亿系列的第6期，这一期的主角如你所见，奥腾 D4800X。给没有看过第5期的同学稍微科普一下，这是隶属于奥腾系列的硬盘，接口为 SFF8639，也就是我们平时口中说的 U.2 接口。U2 常见于服务器硬盘，和 NVMe 的 MDR 硬盘一样，可以4条 PCIe 通道。不过 D4800X 把它拆成了2个 PCIe 3.0×2通道，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线缆，把2个 PCIe 3.0×2插在2台不同的电脑上，实现共同访问。至少在我到手之前是这么认为的。快递运输的这几天内，我一直在补课这类硬盘的相关信息。其实双端口技术并不是 U2 硬盘的特权，在 SAS 硬盘中，为了保证在一个端口无法连接的情况下，另一个端口还能继续接入访问数据，而诞生的冗余功能。咱们今天就是属于好奇瞎折腾，主打一个点题。看了一下国外相关论坛的资料，官方的使用方式是硬盘接口连出来后，通过 PCIe Switch 连到2台不同的服务器，当有一边宕机，另一个服务器继续接入工作。但是国内貌似也不好买到这2个线缆。一番搜索后，在贴吧看到了有人用这种奇葩的线缆去连接，暴力的将 U2 接口拆成了2根 PCIe 3.0×2。仔细放大看，发现是 ADT 家的线缆，于是在他们家买了1根用于测试。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测试平台：微星 Z790、普普通通亮 GU， 显卡是索泰家的4060月白，机箱是爱国者最近推出的新菜大蓝，270度围柱设计，支持背插主板以及双360冷排，搭配蓝月风扇，颜值也很不错。水冷为了搭配白色机箱，用了酷冷白色冰神 B360 Core， 装在顶部冷排位。为了撑起今天的测试平台，电源使用了酷冷 GX1250 ATX 3.0的金牌电源，带原生12伏 Hi-Power 接口，并且拥有10年质保。最近618两家优惠幅度都很大，有装机需求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。盘收到之后赶紧上机测试，打开软件一看，妥妥准新盘。不过清不清您不知道，打开 CDM 测试一下奥腾那极致的 4K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不是奥腾吗？什么情况？在反复测试了几次之后，还是这个数据，读取110，写入80。随后我怀疑可能是线缆的问题，于是接上了手中的 P4800X 又测了一遍，没有问题啊，什么情况？然后开始在网上查起了资料，官方 ARK 中显示这2块盘的 4K IOPS 是一样的，在官方的 PDF 文档中看到了这个图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8639的4条 PCIe 通道分成了2个x2，然后4条通道跟奥腾主控去做通讯。难道是中间的这个芯片导致了 4K 性能断崖式下降？随后去 Level 1 Take 上看到了和我一样的受害者，发现大家的 4K 基本都是这么个数，可能就是中间这个芯片导致了这个结果。于是出于好奇心，想把盘拆开看看内部构造。拧下正面的2颗螺丝即可慢慢撬开外壳，看到其中双层主板之后，继续撬开即可拿下。2块板子通过3颗 T6 固定，通过一个类似于 MDR 的接口连接 A15 芯片和奥腾主板。为什么我说类似？首先，这个接口上短接的针脚，通过查询 MDR 针脚定义图来看，是3.3伏和 GND 的位置。其中用了蜂蜜脑测试，确实是相同的定义。随后上电测试3.3伏针脚，实测为12伏供电 ，GND 确实是 GND， 所以简单可以理解为使用了大部分 MDR 的定义，但是3.3伏改成了12伏，所以不能把我们常规的 MDR 硬盘装在这个转接板上做双端口的功能，同样也不能把这个奥腾主板通过插硬盘盒或者主板 MDR 口的方式读取。这个盘的情况咱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于是同时接上2台电脑后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连接后开机都显示出了一块349G 的硬盘，于是出于好奇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测试。首先我们在 A 电脑内写入一个原神 ，B 电脑迟迟没有反应 ，B 电脑写入一个视频文件 ，A 电脑在几分钟之后刷新了出来。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奇怪，如果是同一个存储空间，那只要写入一个文件，另一边应该能读出来才对。难道是他在内部做 RAID 1给2个 host 独立访问？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首先在 A 电脑内写入300G 数据，写完之后 B 电脑显示空盘，写入100G 文件，再写到49G 左右的时候，速度降至为0。这么看来应该是同一块物理空间才对啊。在查询资料和询问大佬之后得知，应该是 NTFS 文件系统的问题。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过同时给2个 host 来访问同一个数据块，所以要靠 D4800X 的物理接口来共享文件，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SMB。甚至之前还想过在硬盘中装一套系统，然后插在2台电脑上启动同一个系统的骚操作，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。总之，这块盘的整活就到这里。正常按照官方的文档来说，这个盘需要特殊的 BIOS 才能支持，但不知是线缆的缘故，在普通的 PC 主板上也能正常使用。不过作为一个硬盘来说，它3.0×2的带宽和不出众的4K 性能，当成系统盘来使用没有性价比。做仓库盘容量又太小。
除了瞎折腾以外，建议别买。如果非要买来试一试，建议尝试 D3600、D3700这种廉价型号。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无意义的全部内容了。这个系列只会做我自己感兴趣、瞎折腾的有趣硬件。如果同样也勾起了你的兴趣，那不胜荣幸。内容本身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希望我们还能下次再见。在官方的 PDF 文档中看到了这个图，简单来说就是把86